美国经济现在看着光鲜亮丽，实际上已经外强中乾了。美国财政部憋了整整2个月，好不容易等到政府停摆危机刚过，才偷偷摸摸把8月、9月的 TIP 数据、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吐出来。也就是告诉大家，外国资金到底是在前进美国，还是在逃离美国。这个数据一公布，直接把过去1年那些华尔街边的故事脸都给打肿了。最炸裂的真相是，美国国债表面上的2大外国买家，日本和开曼群岛，一个是被逼着硬撑的日元套利交易，另一个更扯，根本就是美国自己的对冲基金把钱转到开曼群岛洗个澡，再假装成外资回来买自己的债。这2个难兄难弟加起来占了外国持有美债的40%以上。一旦有一方想跑，美国债市马上会面临大失血。为什么这么惨？第一，美利坚现在根本赚不到钱，只能靠借条、靠印刷、靠吹嘘、靠税收。别傻了，企业税降到15%，富人税率历史最低，普通老百姓被房价、医疗、学贷压得喘不过气，哪里还榨得出油水？唯一指望的就是关税大棒。结果呢？今年上半年美国企业怕加税，发狂似的提前囤货，把2025年全年的日用品都拉进仓库了。回旋镖来了，8月、9月开始，洛杉矶港口的空货柜飘满海面，集装箱吞吐量同比掉了7.5%，预计明年1月还会再掉14%。更麻烦的是，最高法院随时可能判决普遍关税违宪。一旦判决成立，财政部得把过去多收的1-2千亿美元退还给进口商。问题是还能吐出来吗？第二，消费端已经彻底炸裂了。大家都知道美国70%的 GDP 靠消费，但真正有钱花的只有前10%的富人，剩下90%的人早就弹尽援粮绝了。你看房贷、车贷、学贷、信用卡的违约率，还有负资产家庭比例，都创了20年新高。10月份房屋指数率，缴不出房贷被查封，同比暴涨19%。连建材零售巨头家得宝 Home Depot 的 CFO 都直接说了，消费者开始勒紧裤腰带了，连遇到飓风灾后重建都没钱修房子了。第三，也是最要命的，美债的债主快撑不住了。过去10几年，美国能随便印钞发钱，靠的就是这2条大腿。左大腿是日本，日本因为利率接近0甚至是负的，日本银行和大妈借便宜日元换成美元，疯狂买美债赚利差，等于是间接给美国人发工资。右大腿是开曼群岛的假外资，美国对冲基金把钱转到开曼避税，再回来买美债。结果联准会自己查 CC 文件才发现，开曼注册的基金实际持有 1.8 兆美元美债，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了4倍。这纯粹就是左手递右手，左脚踩右脚的把戏。现在最惨的是，这2条大腿都骨折了。日本那边通膨起来了，日本央行已经连续加息，日元套利交易正在快速平仓。只要日元利率起来，日本机构会不得不抛售美元资产，班师回朝买自己的国债。那左大腿 1.3 兆美元的美债一砸盘，美国10年期收益率会飙到 6%、7%、8%，直接喷出。开曼那条右大腿断得更快，对冲基金那些玩50到100倍杠杆做基差交易的，只要联准会不降息，或者是回购利率再波动一次，直接断头给你看。2022年英国养老金危机就是这么完蛋的，美国这次的规模只会更大。沙烏地阿拉伯说要投1兆美元，但说的是投资 AI、数据中心、晶片这些实体项目，本质是来美国割韭菜，换实体资产跑路的。人家又不傻，美元迟早要贬，谁会无限去接美债？接下来是进退两难，要么联准会重启 QE， 直接把美元印成币值，要么硬撑着让利率爆表，把债市、股市、房市全部炸一遍。如果是你会选哪条路？